Hello，大家好。移民之后靠什么谋生？这是很多人都在思考的问题。一般来说，要么自己创业，要么找工作。不管怎样，只要适合自己就好。经常有朋友问，在加拿大投资什么最好？其实我始终认为，创业才是最好的投资，因为创业就是投资自己。而且现在来看，很可能是加拿大创业的最好时机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为什么现在是创业的好时机。疫情已经成为新常态，而且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带来了很多改变。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报告说，加拿大的家庭积累了有史以来最高的现金储备，有近1000亿加元的过剩资金闲置。虽然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误导，但不论如何，疫情之后很可能会迎来报复性消费。如果你能在擅长的领域给消费者提供一些创新服务，并发挥出你的优势，现在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创业成功。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显示，疫情爆发后，很多人从商业环境的变化中看到了机会。仅去年8月至10月，美国申请创办的新企业就达到了150多万个，其中很多人都是先失业，再走上创业的道路。他们都从商业环境的变化中看到了发展机遇。一项最新的调查考察了疫情对美国初创企业的影响。调查发现，尽管有43.9%的初创企业持观望态度，但18.4%的初创企业已经扩大了发展计划，仅有2.6%的初创企业放弃了业务。这说明很多人看到了发展机会。说到这儿，肯定会有很多人说创业只适合去美国。我觉得这种说法过于片面，加拿大照样有很多大而强的草根创业项目，因此能否创业成功，最关键的还是看个人的能力。虽然做大而强的企业不容易，但是你可以先把做小而美的企业当作目标。为什么现在是创业的好时机？首先，工作方式和商业模式已经发生变化，这带来很多新机遇。疫情给工作方式和商业模式带来的很多变化，甚至是永久性的，比如远程工作和网络会议。疫情期间，远程办公兴起，重量联行对1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办公室工作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，3/4的员工希望继续在家工作。未来，在家办公和办公室办公混合的工作方式将会长期存在。很多企业都大大缩减了办公空间。在各大城市的市中心地区，办公室和零售商铺的空置率持续攀升，而小的电商企业却非常红火。疫情期间，各种类型的企业都依赖网络会议，很多企业和教育机构都依托网络会议工具开展网络营销、在线课程。消费者和企业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沟通方式，电商也加快了推进步伐，甚至网络买菜都更加普及了。疫情期间，给初创企业提供了新商业模式的生存环境，而且即便疫情结束了，这样的环境也将长期存在。其次，疫情带来了高失业率，使初创企业更容易招到专业性人才。疫情爆发导致加拿大失业率飙升。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，今年1月份的失业率从去年12月的8.8%上升至9.4%，上升了0.6个百分点。这也是2020年8月以来的最高失业率。一般而言，初创企业在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。现在由于高失业率，创业公司有了一个更大的人才库可供选择。疫情期间，加拿大有890万人申请过 CERB 救济金，如今他们中很多人已经开始找工作。调查显示，疫情爆发后，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找到远程工作的机会。如果你的公司业务适应远程办公等新变化，这对他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吸引力。如果你决心创业，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个你擅长并热爱的领域，也就是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这样更容易长期坚持下去。在开始创业之前，你要好好考察一下你准备提供的产品或者是服务的市场需求怎么样。疫情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，你的商业模式最好能适应疫情带来的新常态，这一点至关重要。比如在疫情之前，华人喜欢做中餐馆，但疫情爆发对餐馆业的打击巨大。如果你现在打算做中餐馆，最好是有点新的想法，比如说做家庭外卖，这种经营模式抗风险能力更强。
并且可以大大降低你的创业成本。但前提是你要向政府申请经营执照、正规报税，并接受检查和监督，否则可能面临天价罚款。如果你擅长写作、摄影、网络营销、视频制作等等，那你可以做自媒体。你可以选择做文字、声音类的自媒体，也可以选择做视频类的自媒体。只要你选择你擅长的方向，并能够长期坚持，你的自媒体收入会稳步提高。而且现在正是网络自媒体发展的好时代，如今自媒体甚至已经像企业网站一样，成为各类企业的标配了。疫情期间，有很多自媒体创业者赚了不少钱，而且做自媒体的创业成本几乎为零。只要你能上网，在哪里都能工作。有很多人都是买个房车，边旅游边工作，边玩边赚钱。除了这些，还有很多适合创业的方向，比如电子商务、团购服务、网站开发、设计公司、翻译服务、网上教学、家政公司、房地产经纪、保险经纪、移民顾问、快递服务、宠物相关的服务等等。希望每个想创业的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，并早日创业成功。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、房产资讯，欢迎订阅。谢谢观看，再见。